俄罗斯损失了11架苏 30S， 印军看了心里发毛，基本上就是天塌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对俄罗斯空天军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表现，现在的评价是两极分化。比如苏30、苏34等多用途战斗机和前线轰炸机的表现非常惨淡，而苏35战斗机则创造了一名飞行员击落12架敌机的记录。中国人关注俄罗斯空天军的表现，有一个原因就是解放军也装备有苏35战斗机。虽然这种飞机是俄罗斯最顶尖的战斗机之一，但在中国的地位比较尴尬。然而，不管怎么说，从该型机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表现看，引进苏35还是合适的。但是印度人看着俄罗斯苏 30S 不断从空中坠落，那基本上就是天塌了。近日，印度防务新闻社关注到，俄罗斯空天军在乌克兰损失了11架苏 30S 战斗机。这些飞机的损失方式各有不同，有的是被乌克兰空军的战斗机击落的，有执行任务途中或执行完任务返回时被地空导弹击落的，还有5架被摧毁在地面上。这些干巴巴的数据都是给拥有苏霍伊战斗机的国家发出了信号。中国人的关注更像是在看热闹，而印度空军的感受就很扎心、很要命了。印度当年根据许可证生产了一批苏30 MKI， 这可是印度空军的主力战机，目前仍有262架在服役。若与中国发生冲突，就意味着这些俄罗斯的战斗机将与法国的阵风战斗机一起对抗中国的先进战机。由于苏30 MKI 仍将是印度空军未来10年的骨干力量，因此非常有可能成为中国空军的活靶子，所以印军不得不加速推进其升级。2022年10月，印度空军启动了一批苏30 MKI 战斗机的更新计划，在未来5年内总共将升级84架。印度在第一阶段打算为苏30 MKI 升级红外搜索和跟踪系统，第二阶段的改进计划预计将集成一个新的双波段红外导引头，而且将由印度的制造商在本地进行升级。第二阶段计划的核心是用印度本土开发的有源相控阵雷达取代雪豹无源相控阵雷达。据印度消息人士称，新雷达将于2024年准备就绪，到2026年印度人计划完成有源相控阵雷达的研制和飞行测试。在进行完雷达的改进工作之后，印度的最终目标是为苏30 MKI 更换更强大的 RL41F1S 发动机。这款发动机能够提供更大的推力，从而使印度空军的苏30 MKI 在空中具有更加优异的机动性能。不过，这项工作仍然需要求助于俄罗斯的军工企业，因为这种大推力的发动机印度可生产不了。一名印度空军前中队指挥官表示，印度应该跟随俄罗斯的脚步，将其苏30 MKI 战斗机从目前的 SMD 级升级到 SM2 级。俄罗斯的苏30 SM2 现代化计划正试图最大限度地将苏30与苏35的技术合并，以尽量减少后勤和维护，也就是让两款战斗机的发动机、电子设备趋于相同。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印度的苏30 MKI 在2026年换装有源相控阵雷达之后，就能解决全部问题吗？恐怕这里面还存在着不少变数。首先，苏30 MKI 如果按照印度的计划完成改进，可能是一款性能比较强悍的空优战斗机。但是到了2026年，苏30 MKI 所要面对的将是更加先进的隐身战斗机和半隐身战斗机，因此他们仍然难以获得空中作战的优势。一种雷达反射截面比较大的战斗机很容易被对手发现，再加上缺少先进的空空导弹，在中巴空军的霹雳15中远距空空导弹的面前，几乎就是个活靶子。第二，苏30 MKI 可能无法解决对地攻击能力弱的难题。印度缺少相对廉价的空对地精确制导弹药，而且也缺少配套的挂架和吊舱。苏30 MKI 在印度空军那边
经常挂上一枚布拉莫斯导弹来进行炫耀。实际上，这种导弹在大规模战争时根本就消耗不起，而且呢，它携带量还太少，最终很可能难逃被地面防空火力击落的命运。第三，苏30 MKI 要改进成为3.5代战斗机的代价会非常大，无论是有源相对雷达还是 RL41F1S 发动机都很贵，这将进一步影响印度发展现代化战斗机的资金投入。军费本来就不多，把这些寿命有限的老式战斗机再全部进行改进，恐怕更没钱发展下一代战斗机了。中国为什么不升级改造苏30 MKK 呢？就是觉得不划算，或者说根本就觉得没必要，因为我们有更加先进的航空产品，比如歼10-6，这就是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差距。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